魏冕笑呵呵地看着外人眼中的魔头变成一个小怂包，不错不错，终于到这个话题了。你可知你父亲为何是散修？我爹不是云梦江氏的家奴吗？老爷子一听怒了，直接拍碎了桌子，气不打一处来。家奴，家奴，云梦江氏好不要脸啊！我魏氏族人何时变成江氏的奴仆？阿英，江丰棉到底怎么和你说的？不准说谎！魏婴看着碎成渣渣的桌子，脑子再怎么发晕也知道自己不小心触到爷爷的底线了。魏婴表示很无辜，只是想问明真相，却把自己扒了个底朝天。一想到于夫人的污言秽语，想到江叔叔的态度，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和老爷子说。怕老爷子气坏身体，魏婴就捡了些稍稍好听点的话。江叔叔一直说阿爹是他的兄弟。魏冕看着眼神闪烁的魏婴，不悦地皱起眉头。阿英，江家的事你以后不准参与。看着魏婴左顾而言他，魏冕气得又赏了一栗子，严厉说道：你从来不欠江家什么，而江家欠了我们魏家2条人命。魏冕想了想，必须让阿英看清楚云梦江氏的险恶，不能让江氏毁了阿英的道。魏冕于左手凝聚了一团灰色的火。阿英，这是你阿爹生前的记忆，等看完你再自己想想。语毕，魏冕直接将记忆火拍进魏婴的脑海里，随后离去。魏冕一边逛着不夜天，一边使用巫术获取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。总感觉好像又忘了点啥事，年纪大了。记忆画面，魏长则看着藏色抱着4岁的魏婴，给他举高高，还不断逗弄着魏婴，眼里满是柔情。阿爹，阿爹！阿英也要骑高高。魏婴的小胖手指了指边上的一对父子，撒娇卖萌说道。魏长则顺着魏婴的小胖找，只见一男子将小孩放在肩膀上，一手啃着糖葫芦，一手抓着男子的头发，小脸上满是嘚瑟，还用嘚瑟的小眼光扫视在场所有小朋友。魏长则看着那被抓的头发，一阵脑阔痛。藏色心领神会地笑了笑，修长的手指点了点魏婴的鼻子，齐高高可以，不可以抓你阿爹的头发，不然你阿爹以后就变光头了，没头发了。魏婴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奶声奶语地说道：阿英不抓头发，阿爹不是光头。哈哈哈，阿英太可爱了，娘亲像一个。魏长则顺势接过魏婴，也亲了自家儿子的小脸蛋一下，小朋友的脸还真软。阿英，扶稳喽。忽然开阔的视野让魏婴哇的一声喊了出来，小胖手不断地拍打着，嘴上还嘟囔着：阿爹好棒，阿爹好厉害。一家人就这么幸福地闹着玩着。人群中忽然跑过来一个惊慌失措的中年人，硬是撞了藏色一下，嘴上还不停地说着：有妖怪，不要杀我。藏色轻轻地拍了一下中年人的肩膀：大叔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不要慌。中年人似乎感觉到浑身一轻，满眼希冀地看着眼前2人，连忙下跪：请仙人救救我，请仙人。阿英扶着阿爹的脑袋，小心点。魏长则便单手扶着魏婴的小腿，单手扶起了跪地的中年人，看着四周逐渐围起来的人群，严肃说道：这不是说话的地，大叔可否随我们前往客栈细说。中年人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欠妥，赶忙点头表示同意。不一会，一行人便出现在了客栈。原来在夷陵的一片森林忽然出现了一条食人蟒，已经吃了不少人，而云梦江氏不知为何迟迟不动。长则，你说江丰棉怎么回事？作为家主却不给百姓除罪。藏色抱过魏婴，很是不满。魏长则沉思片刻，说道：夷陵叫云梦还是有些距离的，可能食人蟒的出现还未传到云梦，我们寻个时间过去看看。藏色摸了摸阿英的小脑袋，吃完饭再去吧。午饭后，魏长则掂了掂盖在魏婴身上的被子：阿英，乖乖睡觉，不要乱跑，阿爹阿娘出去打妖怪了。阿英，睡一觉，我们就回来了。妈。藏色说完还亲了一口魏婴的小圆脸。画面一转，魏长则和藏色2人正在对着食人蟒攻击。长则，你吸引一下蛇的注意力，我去攻打它的7寸。好。说完，魏长则举着无双剑，默念了一句咒语，只见无双剑凌空而立，化身数10道剑影，直直朝大蛇正面攻去。那食人蟒或因食人开了灵智，尾巴拼命地摇来摇去，放佛一条粗鞭子破空袭击那女子，
一张血盆大口，露出锋利的毒牙，试图吞噬那些迎面而来的剑，丝毫不见弱势。两人一蛇足足僵持了1个时辰，魏长泽和藏色身上已经挂了彩，负了伤，而蟒蛇仿佛仍有无尽的精力，吐着舌头。一双树瞳充满敌意，看着眼前的人类。长泽，我们先撤吧，以我们2个人不能与之为敌。行。话毕，两人飞身离去。蟒蛇似乎意识到对方的退意，不知为何竟也不阻止，转身进入无尽的绿林。长泽兄，别来无恙啊！只见一身紫衣的江风眠领着下属挡在了2人面前。你们是出来夜猎吗？魏长泽不动声色地挡在了藏色面前。是的，不知风眠兄何故在此？江风眠看着浑身是伤的2人，眼中闪过一丝犹豫，一分不忍，但最终化为乌有。为了家族，长泽呀，你我兄弟场，你何必为了一女子离开我江家？不如回来。魏长泽听到又是这个话题，不由心中烦闷，语气略带了些不耐烦。于夫人对我态度不好，我没关系，但我不能忍受他对我妻子的侮辱。江兄何至于此？